二来就一个艺术创作者，佢打造了一件创意空间，教成人呢伫台词人生活地图来寻艺术创作嘅素材，和利用故事图法书连接主题，教成人的统一。另外伫工作室嘅后背係当天嘅市民农站，就係創作者嘅創作來源。除了圖成人呢，許多財政來認識搶財到致富嘅成長，加學種出嘅技巧到知識，還拿到管理協會來合作，開嚟體驗考場，教社區嘅老人家吃飯業。透過藝術創作本生活角度很難好，等等吳志軍到黎明等強下嚟看啊！各位小朋友呢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故事叫做《爱花的牛》。先生拿定图画书，同生活地講定故事嘅內容，一條小朋友動盡心機聽。其實也唔係故事分享課，係一節童兒課。大家就在那看，费迪南是蒙牛哎，好壯哦！你看哦，拿着劍要刺的，拿着毛要刺的，這些鬥牛士全部都冒着看。好可怕哦！是费迪南，是蒙牛费迪南。先生特別形容主角嘅用語，還有附近嘅環境嘅情形。原來今日嘅童兒課係為等嘅小朋友面對嘅發揮想象力，創造出一張遊畫。我會透過繪本，是因為它的文字的結構啊，還有畫風，都花了很多心力在裡面。它可以減少我去搜尋資料的迅速性，這樣子。然後繪本因為它很感性，所以它可以讓小朋友進入那個情境裡面。這個故事講完了，待會呢，我們要來做的呢是費迪南坐在樹下的樣子，或者是在農場的樣子。我們會去那個河堤那邊去收集葉子，然後我們要來做它的那個草地農場的感覺。對故事同圖當中來觀察，本日條小朋友基礎嘅印象過後。三隊會帶定一條成人嘅許多風格，一起創作嘅素材。來，走，我們出發嘍！來吧，我們出發了。Go！三期獨行嘅書櫃，還有花花草草同石頭一條，都做啲拿來做創作。每打棒一樣，打開成人嚟嘅想象力，未看到土地嘅獎。那這些其實是透過書本來講的時候，你感覺不會這麼明顯。你透過親自接觸它的時候，你的手的觸感，還有鼻子聞到的味道，然後甚至是聽到它的聲音，其實孩子的五感就被打開了。喺睇詞人當中呢，要動到做啲哪嚟做藝術創作嘅素材喲。不少創意先生今日就特別帶定一條聲音呢，嚟到本身咯，嚟前一條素材，從佢有咩還有書牌一條，定下進去呢就做啲嚟做相關嘅童藝作品。好，目標就是 Let's go， 走吧。當中以睇詞人同藝術創作嘅黃小祖，本單係托自信工廠相關課呢。有一位機會接觸到童藝過後，佢發現到咧童藝相應嘅素材。因為那是我第一次接觸陶土，然後在接觸的過程中，它可以削薄，它可以改變它原本粗糙的那一面、銳利的那一面，然後透過我們很多的工序，這樣子，它就變成一個很漂亮的板子，這樣，然後從此就被黏住了。一開始接觸童藝是佢尊重興趣，冇想到結婚用成年嚟過後，才打開咧，佢想會用睇詞人嘅元素創作同教學嘅想法。是結婚了，然後生小孩了，然後孩子喜歡的玩具全部都是塑膠的玩具。那個時候我就覺得，這樣子孩子會不會腦袋變知識化了？被就沒有辦法去欣賞，就是產生他的創意。所以我後來就想說，是不是可以透過陶，然後讓他去捏塑，然後讓他去觀察的環境的東西可以更敏銳一點。嗰所黃小祖就帶定兩個聲音呢，此時就接送接觸睇詞人，呢度嘅事情未到帶定聲音呢，自家同數嚟做，嗰所培養聲音呢有創作嘅能力，就是有埋一點點自學的因子在他身上，就是你會主動學習啊，我給他們一個結構架構，然後他們會知道，哎，這個東西可以怎麼做，從旁邊一直去慢慢找資源。那這是我一直很想帶出來的那個風格，這樣子。比如說在外面看到什麼市售玩具，然後呢，後來那個就會在那邊想說，
啊，好想要，好想要，然后结果后来发现好像这个也可以自己做出来，就是自己加以一些改变，就是不会像他那样那么的枯燥乏味，就是说我好像可以继续创新变化。去小琉球，然后回来想说那个海龟很可爱，然后就把这个海龟画起来了，因为烧出来就是觉得那个颜色很漂亮。主題教育成員呢，愛到探索接觸睇測驗，佢每啲宜蘭佢哋一嘅藝術教室，教小朋友同意同工作嘅藝術課程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把它搓圆形，圆形的手是这样子。因為嘅愛意、表情還有動作，也到成員呢動真心嘅創作出自家同中意嘅用嘅。我会先做一个基本型，然后给他们图片。基本型呢是让孩子入门比较容易，比较没有门槛。然后有图片的话，是对一些手作能力甚至是观察比较细微的孩子的时候，还会想捏出他那个真实感，或者是他想要让它变成有趣味，那个就会让孩子们自己加进去。它是一个正方形的鸟，不管脚、耳朵、头、身体都是正方形的，因为很好玩。怎么样的好玩？可以做各种东西。因为我怕牛很饿，我做了一个碗给牛吃饭。好玩，因为可以捏塑，还可以做创意。主題二位嘅創意還有特別大錯，也到成員呢同飲種類嘅素材運用啲作品當中，也到家族未看到成員呢嘅成長。因为我希望那个我们的作品呢，好像是在花草里面，然后比较快速入门的方式，而且可以产生变化的，就是叶拓印上去。那拓印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可以直接压着，可以改变它的形状，还可以转动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可以当成草和树木，这个我是用硬的压下去，把它压在那个草地上面。所以想要呈現出什麼？想要呈现出地板上有一片叶子。这样很棒啊！因为其实在，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过程当中，其实要从小培养小朋友的一个觀察力，然後他其實也會在他的作品上面呈現出來。主題組同意，未教也到成員呢來陪，未大半按樣潛到目標用嘅成就感。那就会带来给他很多一些想象空间，然后他常常有时候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好像很天马行空，对，它不一定是做出来实用的东西，但是它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奇妙的摆设，也不错。那哪一个比较困难？拉胚，为什么拉胚会比较困难？因为你要掌控住速度。在外地藝術教室嘅背後，其實還有一處生命農業，未係大家學習嘅素材。这个就是蘆筍，它是屬於根莖類的，我們就是吃它長出來的那個嫩的根莖。一處雖然係當地一啲大錯嘅，阿小組同一條成員呢未接送同沙期嘅見面強下學習。这種感覺很溫暖，然後這種溫暖是孩子們也可以看到，也感受到了。然後甚至就是爺爺奶奶除了採菜給他們吃以外，甚至是教你怎麼種菜，然後孩子們學一次就會了，印象好深刻。不管是早上起床之後，或者是說這個下午傍晚的時候，就會看到很多的長者、很多的農友在這邊就工作，然後種菜，然後聊天，然後談談種植，就是抒發身心。所以我覺得有這塊綠地給大家來種植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非常愉快啊，可以交朋友，還有吸取那個長輩的知識，他們都好會種菜，嘿，種菜都要整整齊齊的。野草農業其實本單係本地嘅行內嘅素材，啲宜蘭生活服務家一位成員強下大變下，也下神秘的講嘅出現。主要是說，我們要做出比較有特色的，跟一般商場所種的菜的產量有一樣的一個規定。我們主要是要讓這些退休的老人啊，還有一些，因為我們現在面對整個社會老人化，然後少子化，那這些退休人員跟老人，我是想說，也是要讓他們有一些事情做。我們是先從社區資源盤點開始，
盘点社区有哪些闲置的空间，然后讨论大家生活上面的需求，就是说老人家需要有一个活动的场所。那因为他们在想的这个也不是只是一般种菜，而是想说这里如何变成是一个园艺疗愈的场所，可以让大家来这边亲近一些绿色的环境。成立出現過後，呢度嘅老人家都當日記，當日行出屋卡，出去種地為菜，未做地交朋友。我們大家可以聚在一起，可以聊聊天呐、那自己拔拔草啊，種菜啊，大家分享啊種菜的經驗啊，他們就比較不會退化，不會老化掉這樣子。那對我哋嘅生活哈，像我哋更加哈，嘛貴少出去買菜，搶菜呀類這一類的東西哈，我哋如去個摘，去個煮，去個生啦嘿，我哋很喜歡也偏農業啦，因為真的個舒服嘛，喺度也覺得很愉快啦嘿。同時也從農業，未開黃小組創作嘅養分。佢同協會合作，未強下開咧綠地課程，讓你機會教社區嘅老人家來做植物染布。那今天想要來跟大家介紹那個植物染布。今天要來染的呢，就是薑黃，這是康叔叔的薑黃。雖然多項嘅菜葉，無就係賦權你嘅睇數位同植物都做得拿來運用，一節課係會用動體機密種嘅薑黃來染布。薑黃這個部分呢，因為我是用薑黃乾片，就是燒成乾片來做處理的。我熬煮了40分鐘。今天教的技法呢，我主要是教綁染，然後來做一些變化，比如說做一些臉部表情啊，或者是請大家來發想。對用係先用素材嚟做創作，這個同佢表現到染布度好。生平嘅變化，不也到社區嘅老人家感覺到同欣賞。學習這個，是很有藝術感。還有，我們這個這結尾啊，學這個是很有比較有創意。我今天的學習認識到很多植物的東西，老師講得很清楚，一些植物染，然後就地取材，用我們菜園的植物啊來做那個染的植物材料，我覺得很棒，取之於大自然。我就想說綁同一個系列，它這樣會更漂亮。你看這邊這樣子，就很漂亮。對，技巧，橡皮筋繩子一定要綁緊，越緊越好。不緊的話就它那個形狀就不會跑出來。所以說就是要這樣子。在外課程當中，未教一條學嘢，用石雕染上去嘅方法，同時染雕未可以對太自然來嘅。我通常就會是這樣點點點，對，很輕很輕的點，讓它顏色上去。它用的材料是柿子汁，那它也是天然的，然後它是經過榨汁以後，然後大概發酵了大概1到3年，然後它就會成為膠狀。那這樣子的話就很適合使用這樣。那這一個布呢，我第一個是染這個葉子，就是因為沒有經驗，把它沾得太多了，所以它就會這個算什麼跑到旁邊來，會印到旁邊，會印到旁邊。這個就是我第2次做的，就好多了。一個甲蟲的圖案，就是很簡單，但是好玩，因為第1次參加這個體驗，所以就做比較簡單的。好學的這樣，運用賦權你嘅自然素材，帶入到藝術創作度好，但請做啲本社區嘅老人家，無就係也條成年呢，做啲對觀察環境嘅變化，未打幫按用，做啲涵蓋關心，人嘅土地。用在地的素材，你就會知道在地的環境的變化。當你在栽種的時候，你會發現，今年的雨量比較少，作物的收成可能就沒有那麼多。當我們用在地的農作物的時候，你就會對在地的，就是整個大環境的變化更敏感。那更敏感，你就會多一點點的關心。改變對藝術嘅想象，用成番無就係太自然度好嘅素材嚟做創作藝術，唔但將做啲同用熟嘅觀念呈現到當上嘅嘅創意當中，未做啲嚟認識太自然又嘅講嘅。每家添生活多紅嘅奇妙同色彩。